香菱嫂子，我竟然重生了，回到被马德贵栽赃的那夜。上一世，马德贵故意把我灌醉，放火烧了自家的仓库后栽赃给我。他谎称仓库里有价值几十块的粮食，以此想欺骗我家的地，就是为了给他小儿子还欠下的债。香莲嫂子极力劝阻，却被他们打晕，污蔑我要杀人灭口，后来更是被活活打死。我背上杀人放火的罪名，被迫背井离乡，连父母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。老天爷既然让我重来一次，我定要扭转一切，不让悲剧再次发生。仓库都腾干净了，别真烧了什么值钱玩意儿。放心吧，我都仔细看过了。这小子差不多快醒了，我现在去叫人，你赶紧把仓库点了，陆家那块地我要定了。你怎么醒了？乡亲们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那可是我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呀，准备还龙哥钱的，结果被他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。行了行了，快带我们去看看。马德贵，你不说你仓库着火了吗？火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别喊了，人在这儿呢。怎么可能？长河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被马叔灌醉了，醒来就看到马婶拿着火折子要烧自家仓库，被我给拦住了。你说什么？赵芬自己要烧仓库？这分明是想栽赃给长河啊！马德贵，你未免太狠毒了吧？不，你们别信他，他在胡说。既然仓库还在，马德贵，你可以还钱了，拿来吧。我钱，这仓库是空的，哪里有钱？什么？空的？马德贵，你敢耍我？不是的，我有证人。给我起来！爹，你快说，刚刚是不是看到陆长河要烧咱家仓库？是不是他把你打晕的？说呀！香莲嫂子，别怕，你说实话，这里没人敢欺负你。不是长河，是你。你说什么？是我爹打晕的我，他想给三子还赌债，故意灌醉长河，想栽赃他，敲诈他家的地。你说什么？有这种事儿？那你是怎么晕的？我不同意，他们就把我打晕了，想要污蔑长河，非礼我。你住口！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好你个老东西，老子差点被你害死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别打了！这马德贵真不是东西，这要是被他得逞，杀人加放火，长河这辈子都要毁了。香莲也是可怜，黄花大闺女嫁到马家第一天就守了寡，还被欺负成这样。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。真解气，要不是这老狗，上辈子我也不会那么惨。这一顿算是利息，真正的清算还在后面。马德贵，现在轮到咱们来清算了。今天要是还不上钱，等着给你儿子准备后事吧。龙爷，我实在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。哼，没钱那也简单，把你这儿媳嫁给我，之前的债一笔勾销。好，可以。不要，爹，我不去！给我带走！陆长河，你干什么？这话该我问你。现在可是新社会，讲究婚姻自由，你们敢强抢妇女，信不信明天我就去举报你们这些落后分子，树典刑？龙哥，咱一旦被树了典刑，是要被打倒的，不死也得脱层皮呀。哼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马三欠你们多少钱？不多，40块。怎么，你要替他还不成？这样吧，我向你借40块，1个月后连本带利还你45块，用我家新开的地做抵押，怎样？长河，不要！你当真要替他还？你就说这买卖做不做吧。我爷爷陆老根偏心长房长孙，那块地虽是我爹亲自开垦的，却和我们家没半毛钱关系。既如此，不如换了它。嘿嘿，那块地又肥又好，傻子才不做。我给你拿钱。老狗，想救你儿子吗？长河，叔不是人，叔该死啊！叔不该诬陷你，求你救救三子吧！你们也是打小认识的呀。这老狗现在知道怕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这么快弄死你们，这太便宜你们了。帮你可以，但不能白帮，有2个条件。你说，只要能救我儿子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第一，钱给你，你这房子得归我。没问题。第二，从今往后，香莲嫂子和你们家再没有半点关系。长河，别冲动啊！马德贵家这房子哪值40，20块都不值。村长啊，您还没看明白，他哪里是冲着房子去的，分明是为了那寡妇。年轻人就是容易色迷心窍，回去非得被他爷爷打断腿不可。这房子连20块都不值，就算加上这扫把星，也没我儿子重要。好，给你，都给你。长河，别冲动，不值得。嫂子，他今天能把我打晕，甚至想污你清白，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？你待在这儿，日子能安生。长河，先把字据立了，正好村长也在，能做个见证。我写，马上写。这破房子当然不值这些钱，可要是这地底下有煤矿呢？你说什么？陆长河那小兔崽子抵了我家的地去借钱？真的，现在全村都传遍了，说长河为了马家那寡妇把地都抵了。混账东西！那地虽然是他爹开的，但也是老子的，他凭什么抵出去？以后这院子就是我的了，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搬走，晚点我过来。要是还没收拾干净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我先去张龙那儿把我儿子接回来，马上就搬。前世老马家动迁，发现地下的煤矿，一飞冲天。现在这一切都归我，只等将来开发，日子就起飞了。不过眼下也不能闲着，这年头想赚钱，进山是最好的法子。前世在外颠沛流离，却遇到老道士，学了一身本事。凭我现在的能力，这茫茫无尽的老林子，简直就是我的天然粮仓。他明明只要点个头，就能把恶名定死在我身上。长河，嫂子，可他宁愿被活活打死，都不愿害我分毫。这一世，我定要让他平安喜乐地活下去。今天真是谢谢你，不然嫂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嫂子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父母早就死了，我现在不知道该去哪里。要不你跟我回家吧。你说啥？这怎么行？我一个寡妇怎么能去你家呢？传出去你会被人笑话死的，以后你还怎么娶媳妇儿？别人说什么，我陆长河半点不在乎。至于娶媳妇的事，倒也简单。嫂子，你嫁给我不就得了？你别胡说，嫂子是结过婚的人。嫂子，你可是村花，嫁给我是我赚了。而且，你嫁给马大当天就做了3年的寡妇，连洞房都没入就守了寡。在我眼里，你比村里那些小姑娘好多了。嫂子，我不逼你，咱们来日方长，
你先跟我回家落脚休息几天，这总没问题吧？那好吧。混账东西，你还敢回来！爹，长河还小，不懂事儿，您要罚就罚我吧。哼，老二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？这小子都20了，怎么还是小孩子？他今天敢偷摸把家里的房子抵出去借钱，明天就敢杀人放火。爹，大成说的对，要是以后陆长河真的杀人放火，肯定会影响到文远工作的。你说什么？还会影响到文远工作？你个狼崽子，给我跪下！快点的！陆老爷子，这事儿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，别怪长河了。长河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平时在外面瞎混乱搞也就算了，哼，怎么还把这种女人带回家来？老陆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。就是你不要脸，哼，我们文远还要脸呢。长了张狐妹子脸，怪不得把长河勾得魂儿都没了。你们误会了，我跟长河是清白的。清白？他能为你抵了房子，谁信呢？哼，看你那狐媚样，指不定什么时候你们俩就勾搭在一块儿了。我们陆家不欢迎你这种人。你敢打我？嘴太臭，让你长长记性。爷爷，爹，救我，救我！啊！陆长河，住手！混账东西，你无法无天！我的儿子！娘，爷爷，这陆长河疯了，他居然敢打我！畜生，居然敢打你堂哥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伯？上一世就是这帮吸血鬼压榨的我们家喘不过气，最终更是把我父母活生生逼死。大伯，说话注意点，我是畜生，那爷爷是什么？你混账！你怎么说话的？长河，你快起来，给爷爷好好道个歉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还嘴硬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家里新开的地抵给那张龙，换了40块钱？还有这个丧门星的寡妇？那地是我爹用了3年，一锄头一锄头从荒地变成现在这样的。我爹还没说话，有你们什么事？你放肆！我还没死呢，家里事轮不到你们说了算，立马把钱还回去，把欠条给我拿回来。不好意思，还不了。哼，小狼崽子，你真以为没人管得了你了？二成弟妹，不是我说你们，把儿子教成这样，以后迟早是个祸害。二六子就是二六子，连一点孝道都不懂，竟敢跟爷爷这样说话！你个孽畜，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，以正家法。往后，我们家的主，我们自己做，不劳爷爷您费心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个畜生！你竟敢对你爷爷动手！地是我们的，该怎么处置，当然是我们说了算。胡说八道！那地是我准备给文远的，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了？啥？爹，那房子不是留给长河以后过日子用的吗？是爹，二成几年来起早贪黑，没日没夜的干，就是为了这块地。大哥家啥都没干，怎么能给文远呢？老二，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问爹了？我只是在讲道理啊，这地不就是该留给我儿子的吗？我从来没说过地给陆长河。文远是读书人，将来肯定有大出息，全家人都指着他呢。至于你儿子，他也配？家里的事儿我说了算，这房子我想分给谁就分给谁。爹，陆长河这小畜生把地给抵出去了，到时还不上钱，张龙上门来收地怎么办？是啊，张龙那家伙可不好应付。爷爷，我有办法，咱们分家吧。分家？对，只要分了家陆长河借的钱，跟咱老陆家就一点关系都没了。这个主意好，我大孙子脑子就是聪明。哈哈，爹，不能分家呀！长河钱已经借了，到时还不上，要被断手断脚的。他也是您亲孙子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哼，这种畜生死了更好，活着只会给我陆家丢人。你们几个
今晚就收拾东西滚出去。说得好，分家必须分家，谁不分家谁孙子。长河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个家，咱们得分。你胡说什么啊你？疯了不成？长河，你别冲动，嫂子现在就走，你跟你爷爷服个软，毕竟是一家人啊。嫂子，不急。爹娘，你们还没看明白，这些年地里的活、家里的事儿，哪件不是咱们干的？可结果呢？你看看你们每天吃的都是什么东西？他们什么也不干，吃最好的，穿最好的。如今连咱们辛苦开出来的地也要拿走，再不分家，咱们这一家人早晚得让他们活活吸干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多见外啊！就是，我们文远是读书人，将来是要当干部的，怎么能跟你们这群泥腿子一样下地干活？你们不会真以为他读书有多厉害吧？表面装模作样，每天房门一关就躲在里面睡大觉，还当干部，可笑！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！陆长河，你放屁！陆长河，你自己没本事，还污蔑你大哥，简直太不像话了！爹，今天必须把家分了，把他们赶出家门，不然这种混账早晚会连累咱们全家。哼，老二，别怪爹狠心，把桌上那几个地瓜拿上收拾衣服，现在就走吧。爹，就这么点东西，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啊？怎么也得给点钱吧，求您了！还想要钱？陆长河那败家子连地都能抵出去，给你们钱，迟早也是打水漂。咱家的地、钱、房子都是给文远准备的，你们也老大不小了，难不成还能饿死？爹，放心，我早就计划好了，明天就开始进山打猎，到时咱家非但饿不死，日子比现在好10000倍。什么？你要上山打猎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，就你还打猎？哈哈哈哈哈！陆长河，你可真能吹，你会打猎吗？怕不是要送熊瞎子嘴里去？也好，等陆长河死在山上，老二家断了香火，那就是不孝。到时我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得干什么。好，有志气，我等着你们回来求我。爹，娘，我们走。这是原本马德贵家的房子，先将就一下，等我打猎换了钱，再来翻新翻新，给你们盖个更大的院子。叔，婶儿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也不会闹到这地步。怎么能全怪你呢？长河说的不错，我们在老陆家原本也快过不下去了，这次分家未必是坏事。儿呀，你真要进山吗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爹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光是还钱，更重要的是让咱一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前世，爹娘被陆老根剥削致死，没吃过一顿饱饭，这样的事，我不会再让它发生了。还好，老道士教我的功夫没忘，明天进了山就10拿9稳了。长河哥，兰儿，你怎么来了？陪你一起进山打猎啊！你一个小丫头跟我进山干什么？山里可危险着呢，不是闹着玩的。长河哥，你可别瞧不起我，我打小跟着爹进山打猎的。倒是你，第一次打猎还是一个人，我爹怕你没个照应，就让我跟来了。秦叔有心了，他自己还在养伤，还惦记着我。秦叔跟我爹是多年兄弟，小时候还救过我的命。听说他这次伤得挺严重，这趟回去得想办法看看他的伤势。那就别耽搁了，走吧。长河哥，这山上的野物都精得很，待会儿你跟紧。怎么了？找到了。
好肥的野兔！长河哥，你射得好准啊！继续。长河哥，咱们这一天打的猎物比我爹半年打的还多，你太厉害了！老道士教我的听风辨位，用来打猎简直太合适了。长河哥，先别射了吧，都满出来了，装不下了。也行，咱们回去吃肉。那不是陆家那二溜子吗？啊，还真是，他哪来这么多的野味？那竹篓都装不下了。我家都大半年没见过荤腥了，他居然有这么多！我早上见陆长河拿着弓箭上山了，该不会真是打猎打的吧？他一个二溜子，怎么可能会打猎？你们没看到秦兰儿在他身边吗？兰儿他爹可是咱们村有名的炮头，我看这些东西多半都是兰儿打的，跟陆长河没什么关系。马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长河哥打到的，他射箭可准了，百发百中，我可以作证。你作证有什么用？谁不知道你打小就向着这个二溜子？就算这些东西和你没关系，那也不可能是他陆长河打的，偷来的还差不多。就算是秦月，一次上山也打不到这么多东西，还真有可能是偷来的。要真是偷的，赶紧还回去，免得人家找上门来，那是要坐大牢的。马三，你少污蔑人！你说这些是我偷的，有证据吗？要什么证据？反正肯定是你偷的。没证据就是诬陷。之前你爹诬陷我放火烧仓，我没追究。今天既然你送上门来，刚好一块清算。陆长河，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！没有证据乱嚼舌根，坏我名声。再有下次，我直接上告，让你好好吃几年牢饭。兰儿，我们走。爹，陆长河那狼崽子从山上回来了。这么快？他不是才上去1天吗？这年头，哪家进老林子不得去个3、5天？就这还未必能打到猎物呢。他只去了1天不到，能打到什么？那个小畜生哪里会打猎？肯定是什么也没打到，灰溜溜跑回来了。爷爷，到时候他回来求您给口饭吃，您可千万别心软。放心，都已经分家了，他们的死活跟我老陆家没有半点关系，饿死在外面才好呢，省得丢我们家的脸。错了！什么错了？你好好说。陆长河打了一大堆野物，2个那么大的箩筐全装满了，数都数不清啊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进山1天能打这么多野味？野物值钱，要是能抢过来，家里日子直接翻身。爷爷，他运气罢了，指不定下次进山啥都捞不着。不能让这小子独吞，咱们去村口堵他，分1半野物出来。爹娘，香莲嫂，我回来了。长河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嚯，好肥的兔子，这少说有5斤重吧？长河，这兔子真是你打的？长河真是有本事，第一次进山就能打到这么肥的兔子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瞧好了，这么多，长河你咋弄的？娘嘞，香莲，你掐掐我，看我是不是做梦呢？李叔李婶儿，长河哥可厉害了，几十米开外的野兔，他一箭就能射中，比我爹还厉害。长河，你啥时候学的射箭啊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咱这山上有个老道士，我小时候碰到，他就教了我些本事。不过他现在已经走了，去云游了。不说那些了，爹娘，搭把手，咱们今晚吃肉。好，吃肉。爹，您看，好多猎物啊！这得是多少肉啊！这些个畜生，有这么好的东西，竟敢不先孝敬我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走。
老二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知道你们干了什么好事？二成，搞了这么多的野物，不拿回家上交给爹，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想吃独食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爹了？没有。行了，把那些野货都带回去，挑2只野鸡炖了，一只送到我房里来，另一只给文远送去，他读书要补身体。那长河呢？这些东西都是长河打的，总得给长河炖一只吧？吃什么吃？小兔崽子一点家教没有，也配吃肉？喝点红薯粥就行了，饿不死。老大，文远，还愣着干嘛？好嘞，爹，爷爷。我看谁敢！我说爷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说什么？昨晚咱们已经分家了，这些东西全是我打到的，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，凭什么听你处置？小畜生，你真想翻天！只要老子一天还活着，我就是一家之主，家里的事就由不得你说了算。动手！我看谁敢！你长河，你个兔崽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大伯！长河，别冲动！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！今天谁敢动老子的野物一下，别怪我的刀不认人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老大，文远，你们只管拿，我就不信这小畜生真敢杀人！别杀我！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！爷爷，救我！陆长河，你疯了！他是你哥！我说了，就是天王老子也别想动我打的野物，你们可以赌一赌，下一刀我还会不会劈歪？爷爷，救我！陆长河这疯子真敢杀人！老二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，你就是这么教儿子的。爹，您能不能别再胡闹了？你说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听您的，可这些野物是长河冒着生命危险从山上打下来的。老二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也要忤逆爹吗？我知道您偏心大哥，偏心文远，可再怎么样，我也是您的儿子，长河也是您孙子，您不能连条活路都不给我们吧？好啊，你长本事了，要和这小畜生一样造反了！我没出息，您再怎么样对我，我都能忍。可长河还年轻，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被您吸一辈子血。上一世，老爹忍气吞声了一辈子，到死都在被爷爷剥削，现在终于走出了这一步。您有2个儿子，但我就这一个婆娘一个儿子，我不能没有他们。这些年，我自认对得起您了。老二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分家，那就分个彻底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好啊，真是翅膀硬了，敢对我这样说话。老二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你们一没地，二没钱，光凭这些野物可吃不了多久，到时全家饿死都没人管你们。没错，你以为你儿子能次次都打到这么多的野物吗？这儿就不劳你们费心了，赶紧滚！我们马上要洗锅吃肉了，没你们位置。老二，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，别后悔。我们走。爹，放心吧，咱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来来来，别愣着了，洗锅、烧火、吃肉。炒鸡来喽！真香啊！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肉了。何止啊！要不是托咱儿子的福，兴许这辈子都吃不上这么好的菜呀。娘说啥呢？好日子还在后面呢，开吃开吃。这个逆子竟敢跟那小贱人一样忤逆我这个当爹的！爹，你放心，没有地种，老二他们撑不了多久，到时候还得乖乖回来求咱。是啊，爷爷，今天他们有多硬气，到时候就有多狼狈。好香啊！老二他们家开始吃饭了，好久没闻到这么香的味道了，太香了。不就是肉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也不是没吃过，别摆出那副没出息的样子。这群混账！有那么好吃的东西，不先孝敬我，迟早遭雷劈。爷爷，我想吃肉。你想吃，我还想吃呢。我们刚跟他们吵了一架，现在去要，他们肯定不给。翠花，你是个娘们儿，好说话，你去一趟，看能不能要些肉回来。我去，能行吗？爹让你去你就去，试试又不亏什么，万一就要到了呢？
行吧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伯母，有事吗？这些菜看着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味道咋样。你一辈子都吃不上的东西，问那么多干嘛？嘿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？我怎么就一辈子吃不上了？你吃过吗？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东西，好像还是坐月子时候吃的鸡蛋。这些东西还真没吃过。坐，过来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大伯母，这些东西你是不是想吃啊？我呸！神气什么你们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神气到什么时候，到时候别回来求我们施舍。什么？陆长河这小崽子还真是狼心狗肺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他长辈，竟然真的一点都不给我们吃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就有他们哭的。你就是再叫唤，咱家也吃不上肉。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哟？臭婆娘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当初怎么瞎了眼，嫁给你这没用的东西了？我要是嫁给二成，现在已经吃上肉了。爹，你看谁来了？秦叔，是长河啊！快进来坐。秦叔，听说您受了伤，我特意给你拿2只兔子，回头让兰儿炖了，给您补补身子。这些是你上山打到的？对，第一次打猎就能打到2只兔子，比我强多了。不过你还是拿回去吧，你家现在也困难，打猎这是靠运气，不是每次都能打到东西的。放心吧，叔，我那儿还有很多呢。小时候我贪玩钻进林子里，险些出不来，是您救了我命，这猎物您该拿。你这次打了多少猎物？爹，长河哥一共打了20来只呢。长河，你该不会是山神爷转世吧？哪儿跟哪儿啊，叔。总之这些您就安心收着。对了，我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看看您的伤势。你还会看病？跟着一个老道士学了点儿。叔，您把手给我。长河哥，我爹的病咋样？有些麻烦，但对我来说问题不大。真的？前阵子村长从乡里请了位大夫来看过，说我爹这辈子大概下不来床了。你真能治好他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只是我手上还缺几味主药和一副趁手的针，等我明天卖完野物回来，录一手给你看看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长河哥。长河哥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丫头。爹，我去把兔子给您炖下去，您等会儿啊。不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咋了，爹？兰儿，长河这孩子不错，这光景打到猎还能送到咱家来，你对他感觉怎么样啊？爹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也看上他了，赶明儿爹跟二成说一声，给你俩定个亲。爹，我还小呢。大姑娘了，不小了，而且爹这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挺不住了，到时候你一个姑娘家在村里怎么活呀？要是嫁给长河，我也放心。爹，您别瞎说，长河哥说了，您的病没事，他能治好。别闹了，看病可是个技术活。上次村长请来那位老中医，可是10里8乡有名的大人物，他都治不好我，何况是长河？爹活了大半辈子，早就看开了，要是能看到你嫁人，死也值了。爹，嚯，这么多山珍，怎么卖啊？野鸡8毛一斤，兔皮1块5一张，这些公兔肉1块1斤，母兔9毛8。怎么这公的还贵2分钱啊？公的吃了能壮阳，母的不行。真的假的？那给我来1斤，不2斤，给我也来1斤，我买回去给我家老爷子吃。我要3斤，我有几个兄妹特别需要。13只兔子，8只野鸡，一共卖了87块2毛。这么多，咱村里的人1、2年也未必能赚这么多钱呢。这就是山珍啊，不然怎么这么多人往林子里钻？长河，你是怎么知道公兔子肉吃了可以那个的？啊？哪个？就那个，你刚不是还跟那些人说了吗？你说壮阳啊？我随口说的。不过现在大家普遍营养不良，吃一顿肉，营养补上来，也不算忽悠他们。嫂子，等等我啊，咱们先去吃早点，待会儿再买点东西回家。快点吃，供销社快开门了。爹，咱真要买猪肉吗？会不会太浪费了？
什么话？陆长河那个兔崽子都能吃肉，我们不能吃？小畜生，害得老子一宿没睡着，做梦都馋肉味儿，不就是肉吗？谁还吃不起了？是啊，爹，咱们也得吃点好的，不能让陆长河他们看扁了。而且咱也不多买，就买2毛钱的，半斤肉没大事儿。老板娘，来8根油条，12个大肉包子。长河，咱是不是吃太好了？我吃点馍馍盐菜就行了，有钱了也得省点花。嫂子，没事儿，这才几个钱，有钱了就得对自己好点。这小崽子才赚几个钱，就认不清自己是谁了，敢点油条肉包子？就是，我看要不了多久，他们的钱就会花得一干二净，到时候就得来求咱。不过他们2个人点10几个包子，还有油条，哪里吃得完啊？这还用问？那家伙也不傻，知道早晚有求到咱的一天，这会不得跟你爷爷打好关系吗？现在想着服软晚了，不过待会儿那油条和肉包子，咱们得多吃点，让那小兔崽子多花点钱。爷爷你放心，那肉包子我少说吃2个，再加2根油条，2碗粥。您的包子来了。这里，另外1盘包子放在这桌。老板娘，这包子不是我们先点的吗？怎么先给他们桌上？你们不是一起的吗？没有，我们就2个人。同志，你们要几个包子？先把钱付一下，我马上送来。陆长河这王八蛋，这该死的小崽子也太过分了。爹，怎么办？小崽子，我让你吃。老板娘，你看到了，这些东西我还没吃就被他砸了，让他赔，再给我重新上12个大肉包。12个大肉包外加2个盘子，一共1.2块，赔钱。这么贵？我是他爷爷，让他赔。老板娘，你觉得他像我爷爷吗？我呸！这位小同志一表人才，你这老东西又穷又丑又野蛮，还敢冒充人家爷爷！给老娘赔钱！今天不拿钱，你们一个别想走，全给你们送保卫队去。爷爷，保卫队我可不能去啊，去了肯定影响我以后的工作。爹，这桌子是您掀的，您看着处理一下，不就是1块2毛钱吗？爹，咱去买肉吧。还买个屁，钱都没了，拿命买。哼，小崽子，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我等着你们一家跪在门口求老子。7分饱，练了老道士教我的功夫，身体是强了许多，饭量也变大了好几倍啊。老板娘，再来4个包子，4根油条带走。长河，你还没吃饱？你都吃10个大肉包，6根油条了。妹子啊，你不懂，男人就得能吃，能吃才能干呢。你找了个好男人，就偷着乐吧。我不是。老板娘说的对啊，嫂子，你找了个好男人呢，能干。你再瞎说，我不理你了。爹娘在家还没吃呢，带几个回去给他们尝尝。是哦，我倒是忘了。爹，买的肉呢？我早准备好了，就等肉下锅了。这个，爷爷先翻了别人的桌子，把钱都赔出去了，肉没买成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？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一点好日子都没过上。你干什么？赶紧给我起来！你看看二成他媳妇儿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！你丢不丢人？赶紧滚进屋去！你个爷们儿都不嫌丢人，我怕什么？你在床上怎么跟我保证的？我现在连个肉都吃不上，我跟你拼了！文远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爹娘，你们别打了！你们打我，要不是你们2个没用，我早就过上好日子了啊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不怕被人笑话吗？爹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要不是你手贱去掀人家桌子，咱们今天指定也能吃上肉。就是，那可是9毛8分钱，能买2斤肉了，包顿饺子都够，万事有余。混账东西！你们2个龟孙敢怪上我了？看我不打死你们！长河，咱来乡诊所做什么？你生病了？不是我，是秦叔，他之前不是在山上受伤了，我来买一副针灸，回去帮他扎2针。长河，你什么时候还会看病了？我会的可不是这点呢，嫂子，
以后你慢慢看吧。村长，您这是？我这是当初战场上留下的老毛病了，每次疼的受不了就来这儿，让老华给我扎2针。光扎针疼痛很难缓解，要不给你开几片止疼片吃吃？我不吃那玩意儿，还是你的针好使。你呀，就是舍不得花钱。村长，要不我给你扎2针试试？别的说，1针下去保你1礼拜不得。同志，我外公可是张仲景后人，实实在在的当世神医，他都说治不好的顽疾，你一个乡下来的也敢说能治？就是小同志，你还是别捣乱了。神医，石青村秦月的病是你看的吗？用肉黄藤做药引，想法挺好，路书整合，但多配了几味药，比如说茯苓、天鱼就没必要加进去，换成熏威更好些。你说说看，你们村长这顽局怎么治？这种陈年老伤，药石难医，唯有刺激穴位，引导人体本身的生机进行修复。其实我要扎的几个穴位和张神医并无太多不同，根本上的差距在于力道。咦，有点感觉。你就装吧，你俩今天该不会是来演双簧的吧？别说话。怎么了，外公？莫非这是传说中的以气御针？外公，什么以气御针啊？很厉害吗？何止是厉害，这是早已失传的绝技，能令针灸的效药提升10倍，甚至更多。这么厉害，难道外公你也不会？我天资不够，年轻时虽然有幸遇到一位高人得到指点，但这么多年始终不曾练出一缕气来。他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怎么可能看错了？绝对不可能看错。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，竟有真龙暗藏。好了，这就好了，才3针，3针足够了，过犹不及。村长，你站起来感觉一下怎样？嘿，真不疼了，我感觉我这只腿又回到了年轻时候。长河，你可真是神了啊！怎么会？居然是真的！他才多大，居然比外公还厉害！长河，你还真会看病啊！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不愧是以气御针，唯有此法才能入骨3分，打通天人之桥，调动人体最深处的潜能与生机。老朽能有幸见到这等神乎其神之术，死而无憾，求小兄弟收我为徒。外公，您干什么呢？老爷子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老朽这一生除了治病，别的一概不会，奈何资质愚钝，始终不得要领，求小兄弟收我为徒吧。什么？乖乖，我听到什么了？张神医要拜长河为师？我操！张神医要拜这个小伙子为师。张神医德高望重，多少大生想拜他为师，就连市里面的领导亲自引荐的学生都不收，现在居然要拜这么一个年轻人为师。老先生，您是前辈，跟我爷爷一个年纪了都。医道无暇，达者为师。我空活几十岁，但在医术上比你差远了，还请小兄弟看在我一片陈诚的份上，收下我吧。你要是收我为徒，我就把外孙女许配给你。往后我喊你师傅，你喊我外公，各论各的。外公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这外孙女性子刁了些，但本性不坏，跟我学了医，将来或许能帮你。老爷子别逗了，我就是来买副针，收徒的事儿就算了吧。这华大夫倒是个最新医术之人，教他一些倒也行。不过您老要是不嫌弃，以后我常来，咱们互相交流，倒是可以。当真？那可太好了，不用你过来，我自己去石溪村找你便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了，你说要买针，我这刚好有副金针。这难道是用天外陨铜打造的金针？陆兄弟好眼力，这金针是祖传御医之事，前朝皇帝所赐，今日送你。太贵重了，晚辈不敢收。这针在你手里才能活死人肉白骨，别客气，多救人便是给我积德。那就多谢老爷子了。老爷子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外公，祖传金针就这么送了，我们对他不熟悉啊。气由心生，能以气御针救人者，心正意正，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华家医术传到我这代，连以气御针都做不到了。若能与他交好，
或许有希望重现祖上荣光。一副金针算得了什么？长河，全买精米细面，太浪费了，换成玉米面窝头，能吃好老几年。春那些哪有营养？嫂子，你看你瘦成啥样了，得补补。我不打紧，你们男人要干活得吃好，我吃窝头咸菜也能活。嫂子，观念得变，以前没钱吃苦，现在赚钱还吃苦，钱不白赚了。赚钱也得省着花吗？嫂子真贤惠，还没过门就替我省钱。又胡说。爹娘，快出来！我买了猪肉和米面。儿子，你买了多少？不多，100斤米，100斤面，敞开了吃，吃完再买。哎呦，有钱也不能这么花。香莲，你咋不拦着？有啥好拦的？日子就要往好了过。今晚咱们包猪肉大葱馅的饺子。陆兄弟好眼力，这金针是祖传御医之事，前朝皇帝所赐，今日送你。太贵重了，晚辈不敢收。这针在你手里才能活死人肉白骨，别客气，多救人便是给我积德。那就多谢老爷子了。老爷子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外公，祖传金针就这么送了，我们对他不熟悉啊。气由心生，能以气御针救人者，心正意正，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华家医术传到我这代，连以气御针都做不到了。若能与他交好，或许有希望重现祖上荣光。一副金针算得了什么？长河，全买精米细面，太浪费了，换成玉米面窝头，能吃好几年。老春那些哪有营养？嫂子，你看你瘦成啥样了，得补补。我不打紧，你们男人要干活得吃好，我吃窝头咸菜也能活。嫂子，观念得变，以前没钱吃苦，现在赚钱还吃苦，钱不白赚了。赚钱也得省着花吗？嫂子真贤惠，还没过门就替我省钱。又胡说。爹娘，快出来！我买了猪肉和米面。儿子，你买了多少？不多，100斤米，100斤面，敞开了吃，吃完再买。哎呦，有钱也不能这么花。香莲，你咋不拦着？有啥好拦的？日子就要往好了过。今晚咱们包猪肉大葱馅的饺子。长河，可算找着你了。村长，这么晚啥事？咱村卫生员走了，保健所一直空着。你医术好，能不能先兼任？保健所安稳，以后香莲和我妈也能少下地受罪。可以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以你的本事，带保健所都屈才了。我也是村里长大的，能给乡亲看病，我高兴。好孩子啊，你爷爷咋想的？这么好的孙子往外推。都过去了，保健所钥匙交给你了。行，我接了。还不错。爹，你看，那是不是陆长河？还真是那二流子。他在保健所干啥？还能干啥？偷东西呗。陆山河，你干嘛呢？关你们屁事儿！滚！
哟，偷东西还这么横，我现在就叫保卫队抓你！不想进监狱也行，院子还我们，再赔30块。两傻子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医生？保健所钥匙，你真当村医了？不可能，你会看个屁病！大家快来看啊！村长让二流子当村医了！大家都来了，正好通知一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兼任村医。真是他！村长咋能这么安排？他什么德行，我们还不清楚吗？打架斗殴是一把好手，看病他会个屁！长河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满仓叔，你这2天是不是肚子不舒服？对，有这回事儿。而且你的右下腹位置，轻轻按一下，就像刀割一样疼，对不对？对，长河，你咋知道的？满仓叔，你这是肠炎，是热毒血虚堵在了盲肠末端，要尽快处理，不然有生命危险。真的？长河，你真会看病啊！别瞎话忽悠人，谁不会？有本事你治好一个，给大家伙看看啊！就是说几句话就能治病，这医生我也能当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爹！兰儿，怎么回事？我爹趁着我做饭没注意，拿刀割了自己的手腕，说是不想再拖累我。长河哥怎么办？我不能没了爹呀！别急，我先看看。秦月看样子是不行了。陆长河，你要是把他给治好了，我就信你有真本事。对，你要是治不好他，你就是骗人的。还是我大孙子反应快。陆长河要是没把人救回来，咱就说是他把人给治死了，要他身败名裂。长河，要不算了，万一秦月真没挺过去，这事儿你说不清。长河哥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爹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万一我爹真没熬过去，我也不怪你。秦叔救过我的命，放心，我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他没气儿了，陆长河把人治死了。死了！陆长河真把人给治死了！爹！陆长河，你个庸医，治死了人！我要去保卫队告你，你完蛋了！畜生就是小畜生，还学别人看病。现在好了，我老陆家的脸都给你丢光了。爹，幸好咱有先见之明，跟这小畜生断了关系，不然迟早要被他连累。兰儿，别急，你爹还没死。真的吗，长河哥？你先让开，等我扎完所有的针。陆长河，你装啥呢？你还能把死人救活不成？人都死了，你还给人扎针，你简直是禽兽不如啊！秦兰儿，你不会真相信他吧？我相信长河哥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没脑子的女人，活该！他要是能把秦月救活，我跪下喊他爷爷。断血流，鬼叩门，守关元，永命拳，通幽阙，夺天命。诈尸了！不可能，人都死了怎么救活？这一点不科学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真是邪了门了。陆长和这小兔崽子真的会。
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是长河哥救了您。长河，你……秦叔，以后别做傻事了。您要是没了，留兰儿一个人在世上，您放心吗？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活着还得吃饭看病，拖累兰儿，倒不如……放心吧，叔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最多2个月，我就能让你恢复正常。真的，那可太好了，长河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，我给你磕一个。您是长辈，这不折上我了吗？快起来！天哪，长河居然真把秦月给救活了！死了还能救活，长河真是神了。咱们村有了长河在，等于有了一个活神仙呢。是。站住！你干嘛？你是不是忘了有什么事没做？刚才你说长河要是治好了秦月，你就跪下喊他爷爷的。大家伙可都听到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！陆长河，你真有脸让我喊你爷爷？不怕折寿？文远啊，你这大老远跑回来，是给你爹长脸来了？嘿，给你爹认错！我好歹是个读书人，铁骨铮铮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就是不跪你，你能拿我怎样？文远，你这是干啥？怎么跪下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的腿忽然就不听使唤了。嘴上说不跪，身体挺诚实嘛。陆长河，一定是你害的，小畜生！你到底对文远做了什么？快点治好他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陆老根，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是你大孙子自己跪下去，怎么能怪长河呢？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放着长河这么好的孙子不要，偏偏把个书呆子当成宝。我呸！他陆长河就是个二流子，学了点医术又怎样？能有什么出息？我儿子以后可是要进厂当工人的。行了，你们呢，赶紧带他去医院吧。要是晚了，这辈子可能就站不起来了。什么？陆长河，他好歹也是你哥，你这心也太狠了！我们快去医院吧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对，大成搭把手，我不想当残废啊！香莲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在保健所干活，我教你治病拿药。我可以吗？放心吧，有我教你。别的不说，以后当个村保健所的医生还是手到擒来。可是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。这简单，乡里的高小班马上要开班了，到时我送你过去。我一个女人读什么书啊？香莲，时代变了，现在男女平等，等你拿到了高小的毕业证和脱盲证，也算是知识分子了，以后干什么都有优势。这个年代只要认字，就和其他农民拉开了差距，那些轻松的好工作都能优先选。可我还是想多帮你家里干点活。这保健所的工作多轻松，不受风吹日晒雨淋，工资还高。你要像以前那样干重活，我还舍不得呢。我都听你的。长河哥，兰儿，把你爹送回去了。今天真的谢谢你了，长河哥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咱俩之间不用说这个。长河哥，你想要女人吗？兰儿，你胡说啥呢？你把我爹从鬼门关拉回来，除了这个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报答什么？我从小拿你当亲妹妹，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说的是香莲姐吗？我知道我没香莲姐漂亮，配不上你，我不要名分，我只是想报答。兰儿，别说傻话，你现在就是刚经历一些事，想得太多。等我把秦叔治好了，你们就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了。我爹他真能治好吗？当然，不过秦叔的伤拖得有点久，等我明天上山，找几位补药给他补元气，会好得快些。你要上山？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也行，明天我喊你。我不会放弃的，长河哥，
刚刚是烂儿吧？怎么没进来？他问了一下秦叔的伤，顺便什么？顺便问我们俩什么时候结婚。又胡说。香莲，我没有胡说，很认真。长河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我毕竟结过婚，你这么优秀、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随便找。我已经错过你一辈子了，不想再错过一次。长河哥，你还是那么厉害，射得又快又准。这次进山打猎是其次，主要是给你爹找补药，最好是50年份以上的老参，补元气。我听说老参很少见的，咱们能找到吗？从风水看，这里藏风聚气，龙脉前行，正是三花聚顶之势，附近定有山珍地宝孕育，我们仔细找找。好，找到了。好大，都快赶上我手臂粗了。我们运气不错，这老参少说有150年份了，货真价实的参王。咱们继续找找。长河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咱们上山才来半天，你就挖到了4棵100年以上的参王，灵芝还有好几朵呢。4株参王怎么也能卖个2000多块。至于灵芝，可以考虑拿去赚点外汇，那也是值钱东西。那是，今天运气确实不错，居然能遇到这么多野生的黄禽。黄禽是什么？比参王还珍贵吗？参王虽然珍贵，但毕竟稀少，人工培养也麻烦。可黄禽不同，耐寒耐旱，向阳荒坡也能种。咱们完全可以弄个药园。这年代药物资源匮乏，在哪儿都是稀缺货，甚可以借老道士教我的《本草经》，弄个药园绝对是稳赚不赔。兰儿，快把这些黄禽全部带回去，小心点，别伤到根。好嘞。刚才我在那边还看到一些野生的野薄荷，待会儿一起挖走。好。今天来不及下山了，咱们去趟子房住一晚，明早回去。嗯。吃饱了，舒坦。长河哥，今晚的星星好漂亮。是啊。要是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。小心。长河哥，小心！这2头野猪加起来少说700斤，回去又能加餐了。这么大的野猪，竟然一箭就射死了！长河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兰儿，明天你先下山，多招呼点人把这2头野猪抬走，我守在这儿，免得被别的东西糟践了。好。老少爷们儿，有膀子力气的都出来，进树林帮长河抬野猪喽！村长，抬啥野猪？长河打了2头大野猪，一个人抬不下来，赶紧去帮忙，去了的都能分肉吃。真的，我这就去，我回去推个车，等我呀，村长。外面怎么回事？这么吵？没听清，村长好像是在摇人上山，好像还提到陆长河还有野猪什么的。难道说陆长河在山上被野猪给拱了，摇人去收尸？我早就说了，陆长河那个小嚣张不了多久，老林子是那么好进的，活该！陆长河害得我这条腿差点废了，这就是报应。大成，去借2个鸡蛋来，今晚开荤，庆祝庆祝。爹，您听到了吗？陆长河死了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爹，陆长河虽然死了，但他爹娘还在，这房子一时半会儿不好要回来。不过那王香莲就不一样了，你对娘们儿那个扫把花有兴趣？那衙门虽然长得好看，但好看又不能吃。咱村赵瞎子不是单身大半辈子了吗？手里有钱娶不到媳妇儿，咱把王香莲卖给他。儿啊，你太聪明了，赵瞎子一辈子没碰过女人，咱把王香莲卖给他，让他出50块他都乐意。走走走，现在就去。还是长河有本事，这么大的野猪都能打到。今天辛苦乡亲们了，晚上都去我家，吃完饭大家分肉。这女人50块值不值？值，太值了。给钱吧，给钱她就是你的了。小娘们儿，我来了。赵瞎子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可是我花钱买来的老婆，你说我想干什么？赵瞎子，你找死！哎呦喂！长河，香菱，你没事吧？敢动我的女人，你活腻了！打得好！这懒汉平日里就偷鸡摸狗，现在还惦记上村里的女人了，狗东西，打死他！啊！差不多行了，长河，别真打出人命。为了这么个东西背官司不值当。别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要死了！哎呦喂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都是马德贵他们爹俩。马德贵，他们跟我说你死了，要把他们儿媳妇改嫁给我，还收了我50块钱呢。我也是被骗了啊！马老狗！爹，数完了，50块，一分不少。有了这笔钱，咱们就可以盖个更大更好的房子。爹，盖什么房子急什么？你把这笔钱给我，我再去赌场玩2天，保证翻个好几倍。到时候拿着几百块，啥房子没有？还赌？你忘了咱家房子怎么没的了？赌钱能赌出啥好日子？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下次遇到这种事儿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会送他们去劳改的。现在不提倡私人解决问题，而且你下手也太狠了点，没死就算便宜他们了。起来，赶紧走。这年头的劳改是真会死人，他们多半是回不来了。今天咱们是庆祝陆长河那个小畜生死在了山上，出了一口恶气。就一个鸡蛋，咱们咋分？文远读书要补脑子，吃蛋黄，蛋白咱俩1人1半。谢谢爷爷，今晚终于能吃到肉了，我小孙子等这口很久了。可不是嘛，我得给我男人炖个肉汤，好好补补。都是托了长河的福啊，不然咱们哪里能吃到这么多肉？他们刚刚说什么？好像是说陆长河给他们分了肉。啥？那小八没死？不光没死，好像还打了不少猎物嘞，都给村民们分肉了。这小八没死就算了，打到猎物居然不想着来孝敬我，而是分给那些外人。不行，我们找他去。石满仓叔，你的肉。嚯，这么大块，谢谢了啊，长河。村长，你的。好嘞。陆长河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这么多肉全给外人散了，都不拿点回家里。我打的猎物，我想分给谁就分给谁，关你们什么事？你宁愿分肉给这些外人，都不孝敬爷爷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什么孝不孝敬的？不就是你自己想吃肉吗？想吃自己去山上打。你陆长河，我马上要从高小毕业了，到时候参加工作还能当干部。你现在分点肉给我，以后遇到事儿我还能不帮你吗？对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老陆家的门槛太高，我攀不上，也不想攀。我听说你们以为长河死在林子里，还找隔壁借了一颗鸡蛋庆祝，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狠心的爷爷。现在还有脸来讨肉？就是，换我都没脸来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一点肉吗？一看这肉就是酸的，谁稀得吃？啊，对对对，你们不想吃，狗想吃。你，张老，文远小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快请坐。我这次来是跟张老做生意的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野山参？收啊，不知道小兄弟挖到的成色如何？好大的野山参，至少有100年了吧？不，这少说是150年份以上的参王啊！小兄弟，这都是你挖着的？是啊，运气不错。一根可能是运气，可这足足4根，小兄弟果然不是凡人。那张老开个价。一根参王550块，小兄弟觉得怎么样？好，那就听张老的。小兄弟爽快。这里是2200块，小兄弟轻点一下。不用点，我还能信不过张老吗？我这次来还给张老带了一份礼物。老头子无功不受禄，小兄弟有什么话大可直说。果然瞒不过张老，我想弄点外汇，去采购一批罗马洋甘菊苗。罗马洋甘菊在国内可不多见，花期长。药厂和香料厂都抢着收，小兄弟难道想做人工药源？对，现在外汇可不好弄，不过你可以问问妙云。我家里长辈在乡公所工作，的确有一些渠道，你想要多少？把这些都换了吧。这么多灵芝，小兄弟，你是把山搬空了吗？灵芝比较稀有，还是好操作的，应该没问题。那太好了，谢谢苏小姐。爹娘，香莲，快出来，看我买了什么。这成衣要好多钱吧，比咱自己裁布贵得多。爹，这是你的。我一个庄稼汉穿这么好的衣服多浪费。咱家哪还有庄稼？赚钱不就是花的吗？快，都拿进去试试。你们要是不穿，回头我全拿去烧了。哪能烧了？我们穿还不行吗？甜吗？甜。香莲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给我的。快去试试。长河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不好看吗？不，
太好看了，比仙女还好看。贫嘴。不过，我有一点点问题。什么？外面不方便说，咱们进屋聊。长河呀，你咋来了？村长，我打算给家里盖3间大瓦房，想请你帮忙联系些工匠。3间大瓦房，那可要不少钱呢，光材料都得好几百。您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而且所有的工匠我家管饭，保证顿顿有肉。还有这好事儿？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保证给你找最靠谱的工匠。还有件事儿，咱们村南山那块不还有片空地，我想把它包下来，您看可以吗？那块破地，种个庄稼都种不了，长河你包它干啥？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爹，出大事了！陆长河那个小子居然要盖3间大瓦房，正在请村里的人帮工呢。啥？3间大瓦房？那得花多少钱？这小子分家以后，日子居然越过越好了，这怎么行？这大瓦房得有我们一份。哎呀，爹，那小子连块肉都不分我们，何况是大瓦房？你这样去，他们能给吗？得想办法。爹，爷爷，我拿到毕业证了，而且还给我分配到乡里药材经理部工作。好啊，咱家总算熬出头了。文远啊，爷爷没白疼你。爹，咱得摆个酒席，让全村都知道。高小毕业还要摆席吗？会不会被人笑话？笑话什么？不光要办，我们还要办3天3夜的流水席，让陆长河那个小子看看，光会打点野物没什么出息。到时候让他乖乖把大瓦房送出来。陆老根，你们真要摆3天3夜流水席啊？那是，文远拿到了毕业证，还被分配了工作，当然要庆祝一下。陆老根，你们这个酒席怎么连个荤菜都没有？就是啊，这也太素了，还不如我自己家吃的呢。哎呀，文远不是得去乡里工作了，到处要打点，缺钱呢，大家将就一下。那什么，村长，各位先把份子钱给一下呗。啥？就吃这玩意儿，你还收份子钱呢？这话说的，上谁家吃席不得随礼？就是，难不成你们还想白吃？乡亲们，长河要在南山那片荒地开个药田，这会儿在招工呢，每个工人1天9毛钱，还管饭，去晚了就没位置了。有这好事儿，那还等啥？走！不是，别走啊，戏还没吃呢。村长您别走啊！你们这席啊，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你们等等我。咋办啊，爷爷？人都跑光了，咱们还有这么多菜，1毛份子钱没收回来，亏死了。陆长河这个小崽子，他一定是故意的，就是看不得咱们过得好。走，咱找他算账去。吃馒头。长河啊，我给你把人喊来了。长河，老三说你这招人，每天给9毛钱，还管饭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不光管饭，而且顿顿有肉，保证让大家吃饱，有力气干活。那行，我要报名，我也报名。乡亲们别急，一个个来登记。还是人多效率高。陆长河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明知道文远高小毕业，家里摆酒席，偏偏这时候招什么工，把人全抢光了，到底什么居心？我招我的工，你摆你的席，又不冲突。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吃你的席，明白吗？你放屁！你就是故意的，就是嫉妒文远高小毕业，以后比你有出息。我嫉妒他，别人几个月最多半年就能毕业的高小，他3、4年才毕业。我要是你们，我都没脸吱声，还摆酒席。陆长河，你少得意，不就是打了点猎赚了点钱吗？等我工作后，我也隔3差5就吃肉，1个月吃3顿大米饭，我馋死你！开饭啦！你刚才说啥？在这干活吃的也太好了。是啊，有肉吃还有钱拿，不比陆老根家那酒席强多了。那酒席狗都不吃，还想收份子钱，脸都不要了。你真是个败家子儿啊！给一群帮工的吃这么好，人家帮我干活是给我面子，我总不能拿炉馍、大酱什么的糊弄人家，那还是人吗？你好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文远，我们走。老大，你们俩干啥呢？爹，你们先走，我再跟他议论几句。长河长大了，有本事，我这当大伯的看了也高兴。对，大伯、伯母，有话直说吧。你看，我跟你伯母在你这药田当帮工可以吗？是啊，工钱咱们也不多要，你给其他人9毛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每天2块不过分吧？点都不过分。真的？那咱可说好了。可以啊，不过今天你们2个得把这一整片地给锄完，才能拿钱。啥？这么大一片地，就我们2个人干活啊？你们拿别人2倍的工钱，就该比别人多干1倍的活，有问题吗？你
还是说你们脸皮这么厚，不干活也想拿钱？错了，我们走。这小狼崽子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早晚不得好死。这个叫香芹，能治流感，耐贫耐旱，好养长。这个是薄荷，生长快，1年能割2、3茬，根留在地里，来年还能继续长。药厂和香料厂都收，产出很稳定。长河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长河在教我们怎么种这些草药呢。啥？种药？这是赚钱的买卖啊！长河，你真要把这些交给乡亲们，不怕大家伙抢你生意？我一个人过得好不叫好，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，那才叫好。长河这孩子好啊，自己有本事，还不忘了乡亲们，大家都得记着长河的恩呐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，等药园的规模起来，产出稳定，保证村里家家能盖大瓦房，顿顿有肉吃。长河，以后我们这些人就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干，咱就长河。我这次去乡里开会，已经跟组织上提议，让长河接任咱们石溪村的村主任，正式文件应该快下来了。啥？村长，您要退了？我年纪大了，也干不动了。长河这么年轻，就这么有能力，还愿意带着乡亲们一起赚钱，这位置交给他我也放心。长河，你要好好干，大家伙都相信你。放心吧，村长。老大，外面什么情况？我看村里的人都在开挖那些荒地，种些花花草草。爹，我正想和您说呢，陆长河那个小崽子把种草药的方法交给村里人了，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种呢。啥？这小王八蛋对外人是真好，也没见他对自己家人这么上心，能赚钱的东西全交给外人，我们一点没捞到。不光是这样，我还听说村长打算让陆长河接任下一任村主任呢。你说什么？村主任？那岂不是当官了？可不是嘛，爹，咋办啊？那小现在就不把咱放眼里了，要是当了官，还不得骑在咱头上？你谁呀？陆文远的家是在这儿吗？我是他爷爷。你孙子在我们那儿欠了一屁股赌债，现在人被扣下了，要是还想见到他，赶紧拿钱跟我去赎人。什么？爷爷，爹，救我！文远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救我！他们要砍我的手，我不想变残废。别废话了，你孙子连本带利欠我500块，赶紧拿钱。多少？你个畜生！500块，你让我怎么拿得出来？把我棺材卖了都不够。什么？没钱？那浪费我什么时间？信不信我锤死你们？有钱，山哥，我虽然没钱，但我弟陆长河肯定有。你弟弟？那王八蛋不仁不孝，自己发达了，连爷爷都不管。山哥，我听说你最仁义，你要是找到，别说500块，1000块都有。韩振山最讨厌的就是不孝顺长辈的人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锤死他。山哥，就是他。他是个医生。他是个屁的医生，一天书都没读过。我韩振山第2讨厌的就是害人的庸医，庸医该死。按照我说的，抓一副药，吃上3、5天就没事了。好嘞。你要看病，坐。那你就帮我看看。不过我警告你，我最恨的就是庸医。你要是看得不准，我就锤死你，还要砸了你这保健所。山哥，咱不是来要钱的吗？陆文远那小子说了一大堆，鬼知道真的假的。先试探试探，万一真是庸医，他跑不了。可要不是，咱岂不是欺负好人？山哥英明。看出什么了吗？身体挺好，就是肾虚了点儿。你放屁！我能治。你说什么？只要3针，让你你说真的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治不好，老子锤死你。完事儿了，没什么感觉啊。天，山哥！山哥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神医，真是神医啊！快起来，不用行这么大礼。我已经很久没体会过做真男人的感觉了。神医，请受我一拜。都怪我信了陆文苑那小子的鬼话，之前态度不对，神医多多宽谅。原来又是他。哼，他欠了我钱，说你是不仁不孝、为富不仁，还是骗钱的庸医，我才找上门来。小伙子，你可别信这话，长河可是好人啊。
陆老根那一家纯粹是自作孽。是啊！妈的，陆文远竟敢骗老子，把他给我抓回来，往死里锤！是三哥，不好！就因为你，我差点误伤了神医。我给你半月时间，还不上钱，我把你全家沉江！别想着逃跑，这整个土乡，你们山哥一句话，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。我知道了。陆长河，我跟你没完！神医，你这回真是帮我大忙了，这是一点心意。这么多就够了，多余的拿回去吧。讲究，太讲究了。我老韩就喜欢跟讲究人做朋友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韩震山的好兄弟。陆哥好！你们也都是别的村来的？是啊，这小神医太厉害了，不管什么病上手就好。我们村那个刘瘸子瘸了半辈子的腿，硬是被他治好了。我也是听说，所以赶了200多里的路过来。长河小兄弟，别来无恙啊！长老苏小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长河小兄弟这神医之名是越来越响了，如此多的病人慕名而来。我听说你还治好了韩震山的隐疾，那个病我也看过，棘手哦。侥幸而已。小兄弟太谦虚了。对了，你上次托我和妙云办的事已经成了。您是说罗马洋甘菊苗的事？3000株罗马洋甘菊苗就在外面。小兄弟，不知是否方便让我们参观一下你的药田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要等我先把这些病人看完。那是自然，病人要紧，我们就在边上等着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村的药园规模就能再次扩大。长老请看，这就是我们村的药田。目前我们已经有30亩成熟的药田，主要种植黄芪和野薄荷，还有黄芪、板蓝根之类常见的药物。这3000株罗马洋甘鱼苗还能再填半亩地。我本以为你只是弄个小药园，没想到竟是这么大规模。这只是开始，等第一批药材收获，我再说服乡亲们把能利用的地都利用起来，打造国内第一个，也将是规模最大的人工养殖药园。小兄弟有鸿鹄之志，老头子佩服。根条粗壮，地皮细密，端面金黄，这是正宗的上品，不多见的好货啊！我们这儿的黄芩都是这个质量。都是，竟然是真的！小兄弟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外公，这种问题能随便问吗？对，是我唐突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通过浸种、包衣等技术，提高发芽率和抗病性，再通过炼苗试生法，提升种苗对环境的适应能力。通过我这种方法孕育的种苗，非但质量极高，而且成活率可以达到80%。多少？现在国内的人工药田种植黄芪成活率普遍不超过40%，你这能达到80%，而且还是这么高的质量。80%是现在，等将来技术成熟，还能更高。长河哥，咱们种的那些野薄荷开花了，吸引来好多蜜蜂呢。快，带我去看看。长河哥，你看这花开多好！药用薄荷通常要赶在盛花前采割，花开过了头，香气和油性都会下降。啥？那就是说这些不能用了？别慌，这未必是坏事儿。兰儿，你先带大家把还没开花的野薄荷全部摘了，已经开花的暂时别动。好。满仓叔，麻烦你去找村里的木匠打几个蜂箱，放在花田旁。行。小兄弟，你莫非是打算养蜂？开花的薄荷虽然不适合作为上等药材，但正好可以留种放蜂。今年少收2箩薄荷，却能多收一批薄荷蜜，不算亏。到时候咱们不仅可以收获野薄荷，还能收获野薄荷蜜。长河，那薄荷蜜是不是也能卖钱？那是当然，而且更有特色，价格更高。待会儿我操作一遍，大家仔细看，回去后家家户户都能养蜂。好。
你不仅会打猎，会看病，会针灸，会种草药，竟然还会养蜂。究竟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？小兄弟年纪轻轻，博学多才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更重要的是，他愿意将这些东西交给别人，放在别人那儿，这每一样都是无价之宝，绝不外传的。哟，老三，买这么多肉啊？是啊，这不是药田的薄荷丰收了吗？刚卖了钱，多买点肉庆祝一下。你不买？哪能啊？我这不是正准备去吗？这年头，谁家桌上还能少了肉啊？光吃窝头咸菜那些，跟牲口有啥区别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大成，没看到你在，我们不是说你啊。爹，石满仓他们跟着陆长河那兔崽子种药，现在一个个都发达了，天天买肉吃，嚣张得很啊！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也想嚣张，我也想天天吃肉，陆长河那小狼崽子不给呀！我还听说陆长河最近还倒磨着要带村民养蜂，那也是个赚钱买卖呀。啥？这狼崽子怎么忽然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？又打猎又看病又种药又养花，他到底要赚多少钱？现在村里大家伙都吃上肉了，我们陆家面子往哪儿搁？要不咱也去学学养蜂？哼，陆长河那小畜生能教你？陆长河不教，那不还有老二吗？我怎么说也是他亲大哥，他总不能那么狠心吧？对，老二耳根子软，你找他多磨磨，肯定能成。快去！老二，歇着呢。大哥，你来干嘛？老二，咱俩是亲兄弟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能不能把长河养蜂的法子交给哥？不行，我儿子不让。咱是一个娘胎出来的兄弟，总不能你享福了不管哥吧？有没有道理？有。对嘛，所以你把养蜂法子教我，让哥也赚点钱。不行，我儿子不让。就算你不管我，总得管爹吧？你一向最孝顺，总不忍心看着爹过苦日子吧？是啊，所以你教我养蜂，我赚了爹不也跟着过好日子？不行，我儿子不让。哥，咱俩一个妈。大傻子，你就一辈子跟你儿子过吧！傻逼东西，操！不跟我儿子过，难道跟你们过？长河，统计出来了，这次咱们一共收获黄芪根1500公斤，野薄荷1000公斤，那些外乡人都抢着买呢。还有，咱们村各家的蜂蜜加起来有300多斤呢，一卖就光。第一年就有这样的收获，绝对是大丰收。今年咱们所有人都能过上一个大肥年。哇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现在咱们村里家家户户桌上都有肉，换做以前哪里敢想这样的日子啊！嘿嘿嘿，我家那小孙子最近个子蹿老快了。这都多亏了长河哥，要不是他带着我们种药田养蜂，咱们连饭都吃不饱呢。我是亲眼看着咱村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，长河干得好啊！顺便通知大家一声，今天开始，长河就正式成为我们石溪村的主任了。真的，恭喜长河！长河当村主任，我石满仓第一个支持，除了他，别人我都不认。感谢乡亲们的信任，咱们努力，明年争取把产能翻1倍，甚至2倍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石溪村新出的薄荷蜂蜜水，清凉爽口，又甜又解渴。终于等到了，我要2倍。咱们的工作任务很重，一定要尽快备齐所需的药材，很多同志等药救命呢。那是什么？是石溪村的新任村主任陆长河，听说他带着村民搞药材种植，还养蜂蜜，现在整个石溪村都挺出名的。陆长河，这名字我怎么有点耳熟？
那个陆长河真的很厉害，打猎啊、治病啊、种药什么都会。爸，你要不把他招安了吧？你这丫头，干部任命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吗？可他真的很厉害。我们需要的不是个人能力强的英雄，而是能团结群众的表率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出去，我还要工作。原来是他，去仔细调查一下。是。恭喜啊，长河，乔迁新居。谢谢满仓叔，里边请。长河出大事儿了！怎么了，村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有县里的领导下来视察，马上就到了，你赶紧准备一下，好好迎接。啥？长老，苏小姐，小兄弟，这是妙云的父亲，也是你们县的书记。原来是苏书记，你好，请进。长河同志，久仰大名啊！你带领石溪村的群众自力更生，走向富裕，真是年少有为。书记过奖了，来，咱们喝茶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是有求于长河同志啊。书记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最近国内各处流感横行，咱们这里虽然暂时没受到波及，但队伍里的很多同志却不幸染病。有这样的事？目前我们手里缺乏大量的黄芩根等能有效治疗流感的药材，听说石溪村存药丰富，我们是特意来求购。既然国家需要，我可以将所有属于我的药材无偿捐献给国家。至于其余人，我和他们商量一下，尽量降价。小兄弟，你确定？我们要的量可大，你这样可是得亏不少钱的。钱没了能再赚，但人命大于天。长河同志年纪轻轻，有这样的思想觉悟，令人钦佩。不过我们也有纪律，不能拿百姓一针一线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。你总不能让我犯错误吧？那就听苏书记的。不过，如果真像您说的，全国各地都有流感，那我这点药材恐怕也是杯水车汤。我有一套方法，能让传统中药材人工种植的成活率提升到80%。如果普及开来，应该能大幅提升国内基础药材的储量。长河同志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愿意将这套方法上交给国家。小兄弟，你这套法子可是价值连城啊，真舍得交出去？对啊，你不怕给你培养一堆竞争对手出来？这方法在我一个人手里，无非是多赚点钱，可在国家手里，却能救无数人的命。孰轻孰重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长河同志大公无私，我代表国家和人民，谢谢你。也请受老夫一拜。请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亏待英雄，你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。书记请。长河同志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过2日我们再来商定具体的采买细节。好，书记慢走。爹，陆长河的那小葛这下真发达了，县里的领导亲自上他家里坐了好一会儿。什么？县里的大领导那是通天的关系啊！该死！要是我们傍上这么一棵大树，要啥没有？难道我真押错补了？刚刚收到消息，国内多个区域发生流感，急需大批量黄芩、当归等药材，上面要求我们务必在10天之内完成药材收集任务。上面要的量实在太多，我们目前的存量根本不够，不够就去各地收。任务要是完不成，咱们所有人都不用干了。那个谁，你说。经理，我知道一个地方有药，而且很多。哪里？我们石溪村，我弟弟弄了一个药田，规模很大，肯定能满足任务要求。文远啊，你也知道上面给咱的购药款有限，既然那药源是你弟弟的，价格方面能不能……领导，你放心，为群众服务怎么能收钱呢？你是说1分钱都不收？他一个臭种药的，有什么资格收钱？上面发下来的钱，只有您这样为民分忧的才有资格拿吗？不错不错，文远同志很有觉悟嘛。那这件事儿就交给你来负责了，办好了，以后你就是咱们这儿的副主任。陆长河，你的
好日子到头了！长河出大事了，那个陆文远居然进了城里的药材经理部，现在他带着人过来，说我们村的所有药田和药材都被征收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走，现在就过去。这些药田是我们大家伙辛辛苦苦种的，凭什么你说交出去就交出去？哼，还问为什么？我们文远现在可是乡里药材经理部的副主任，比陆长河那狗屁的村组长高多了。那是乡里的干部，没错，让你们交出来就得交出来，不交出来，统统把你们抓去坐牢！放屁！陆文远，你说上面要征收药田和药材，有手续吗？有文件吗？拿出来看看。早知道你会这么说，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。这还真有上面的文件。陆长河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老苏，老贺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我能不来吗？队伍里的情况都火烧眉毛了。你之前说找到了大量药材，在哪儿呢？在石溪村，正好上面的表彰也已经下来了，我今天正准备送过去。既然你来了，咱们一起去吧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吧。好大的阵仗，石溪村去了。还不赶紧滚开！耽误了公务，你能负责吗？长河，怎么办？既然是统购派购任务书，那就是花钱买了。钱呢？是啊，得花钱买啊，总不能白拿吧？陆长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们这是代表上面来征收药材给群众百姓用的，你还敢收钱？你这是投机倒把，要坐牢的！你也不用吓唬我，我从没听过从百姓手里拿东西不给钱的。陆文远，那钱不会是被你给独吞了吧？少废话！你当你谁啊？一个破村组长，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去了，赶紧把药田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！陆长河妨碍公务，罪大恶极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乡亲们，这帮人要抢咱们辛苦种下的药田，还想抓长河坐牢，跟他们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住手！把武器放下，举起手来，不许动！同志，别误会，我们是自己人啊！对对，都是自己人。谁跟你们自己人？抱头蹲下，别说话！长河同志，我们没来晚吧？苏书记，您来的正是时候。哼，区区一个药材经理部，胆子居然这么大！光天化日敢抢人民群众的财产，老苏，这要是我手下的人，直接拉出去枪毙了！药材经理部所有人即刻起革职查办，给我仔细查，发现任何问题都要严肃处理。他妈谁呀？你说革就革职？县里的书记。书记？不可能，陆山河怎么可能认识书记？带下去。领导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都是这个陆文远他让我们这么做的。对对对，都是陆文远一个人干的，我们也只是听命令。领导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文远，长河同志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贺铁山同志。贺州长好。这一路上，老苏跟我说了不少你的事迹，没想到长河同志这么年轻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两位领导过奖了。既然麻烦解决了，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的，该吹该敲的，继续。苏书记，这是……我把你的情况汇报上去，上级很是重视，经过慎重讨论后，决定评你为全国先进模范。你们石溪村也会是今年的模范村庄。长河同志，这可是极其珍贵的荣誉啊！不光如此，上级还决定，基于你们石溪村政策补贴，每一年只要是家里有种药田或者养蜂的，都能领取。意思就是说，以后咱不光能种药卖钱，国家还发钱呢！竟然还有这样的大好事儿！两位放心，我们石溪村一定会对得起国家的信任，争取做出更好的成绩。那就好啊，未来终究是你们年轻人的。两位，收割药材还需要2天左右时间，不如先去我家里坐坐，也让我们尽一尽地主之劳。好，请。
两位请用茶。这位是，这是我的未婚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郎才女貌啊！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已经在筹备了，年底就结。两位若是不嫌弃，到时候还请来喝2杯喜酒。一定来，一定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他都要结婚了，看来我那闺女是没希望了，可惜。两位可以尝尝我们的野薄荷蜜茶，刚研究出的新品，外面没得卖呢。哦，那是得尝尝。真不错，很甜，好喝。老苏，你也尝尝。确实很好喝，味道很独特。两位领导喜欢，那就多喝点。好，香菱，再去泡2壶，再准备10斤蜂蜜，走的时候给两位带上。连吃带拿的不合适，就是一些土特产，不值钱，不碍事。报告，我们已经按要求对所有药材进行了检验，完全合格。而且专家说这批药材质量极高，放在市面上价格至少比同类贵5成。真的？小兄弟，你给我的惊喜实在太多了，就连我们队伍里专供的药材质量都达不到你这个级别。既然长河同志这药田里的药材质量这么高，老贺，你要不要考虑给长河同志申请一张特工牌照？好啊，这还考虑什么？我回去就打报告。长河同志，你同意吗？能做军方特供，当然是再好不过，当然愿意。长河同志，那咱们就说好了，今天我们开来的车太小，2天后我们来取药。放心吧，首长，我们肯定把药给你们准备好。这小把我们弄得没法活，他自己倒是顺风顺水，还跟上面的领导打上交道了。爹，咱不能就这样看着呀，得想想办法，不然咱以后这日子该怎么过啊？小不让我们好过，我们也别让他好过。啥意思啊，爹？他不是要把那些药卖给当兵的吗？你说咱要是一把火把那些药全点了，陆长河是不是就完蛋了？爹，你要放火烧他们的仓库？只要陆长河交不出药，上面的人肯定不会放过他，甚至可能抓他去枪毙。可是万一被人知道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咱先去踩点，等天黑了再动手。只要没被抓个正着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这小子想甩开我们，自己过好日子，做梦！看仔细了，就是这幢，晚上别烧错了。我知道了，爹。你俩干什么呢？我路过不行啊？对，我们路过。哟，进步很大。那是。长河，我刚看到你爷爷和你大伯2个鬼鬼祟祟凑在我们仓库附近，不知道憋着什么坏呢。他们去仓库附近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想投毒吧？满仓叔，这2天你带着大家辛苦点儿，连夜在仓库附近守着，不管他们是要还是要放火，别给他们机会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们。这批药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，绝对不能出事。爹，就是这儿了，这附近干柴很多，一点就着。只要这把火点着了，陆长河那小崽子绝对没好果子吃。火柴呢？这儿呢。进去。长河，这2个老东西还真打算放火，幸亏被我们给逮到了。老根，你们到底要干啥呀？这可是全村人用血汗种出来的，你们真想一把火烧喽？谁说我们要烧了？我们就是路过，天太连点个火把，怎么不行啊？对啊，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哼，路过
你们家在村东头，仓库在村西头，上哪门道路过去？就是，我们要是晚点出来，你们都把火把扔进仓库里了。随你们怎么说，反正仓库没着，我看你们能拿我怎么办？对，赶紧给我们放开，我们要回去睡觉了。耍无赖是吧？老子打死你！打人了，打死人！大家一起上，打死这2个小崽子，差点害咱们大半年白干。行了，大家伙住手吧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真要打死了。就这样打死你们，太便宜你们了。我已经让人通知了苏书记，他应该正在来的路上。等你们进了保卫队，该说的都会说的。啥？进保卫队？不行，长河，我是你爷爷，是你亲爷爷，你怎么能把我送进保卫队呢？就是啊，你这孩子哪有把自家长辈送进去的？你不怕天打雷劈啊你？老天就算要劈，也肯定劈你们这些没良心的。多少人等着这批要救命呢？你们居然想烧了，有没有人性？长河，爷爷知道错了，你原谅爷爷这一次好吗？爷爷是老糊涂了，听了你大伯忽悠，才干了这蠢事儿啊！老东西，你说啥呢你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跟我大侄子关系闹成这样吗？咱这家能这样吗？你这不孝子，我撕烂你的嘴！老东西，我他妈早受够你了，我打死你！外快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怎么回事？有人放火烧药？还好发现的及时，人已经抓住了。这批药关系着成千上万的生死。居然有人妄图破坏，简直是罪无可恕！把人给我带下去！长河，我错了，长河。首长，这批药我们就交到你们手上了。我先带着药回去复命，咱们回头再联络。好。长河同志，有没有考虑过去更大的地方发展？更大的地方？以你的能力，在石溪村这种小地方根本无法得到施展，只有帝都那样的广阔天地才适合作为你的舞台。帝都，我会去的，但不是现在，我得先把村里的大家给安顿好。你上交的炼苗式生法，利国利民，功劳甚大，震动了整个帝都，那里有人等着见你呢。有人？谁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同时我也会在京城等着，看你一飞冲天。难道您？恭喜啊，苏书记！托你的福，工作上有了些许调动。行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帝都见。帝都见。